大家好，我是芝麻开花。今天我们用桃子馅儿来做一款超级好吃的酥皮点心。准备好屏幕上列出的所有材料，我们就开始吧。先从制作馅料开始，我是用桃子罐头，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水果罐头，你也可以选择新鲜水果，菠萝、榴莲都可以。桃子用料理机打碎，用不粘锅中火将它们炒干。中间加入冰糖，桃子里面水会蒸发的同时，冰糖也会融化。炒的时候要不断的搅拌，大约炒8分钟左右，桃子馅儿就炒好了。这时候馅料看起来有点软，但别担心，它会在冷却时变稠。放到一边晾凉。接下来做油皮面团，将盐加入冷水中搅拌溶解，加入中筋面粉或者高筋面粉，两种都可以。加入融化的无盐黄油，揉成一个偏软的面团。盖上湿布，醒面10分钟再揉。松弛好的面团很容易揉光滑，揉好后用保鲜膜包起来，放在冰箱里冷藏。今天的食谱我们需要120克冷藏的无盐黄油来做酥皮。黄油从冰箱里取出来后切成薄片，用烤盘尺把它们包成一个正方形，按压敲打几下，变软后用擀面杖上下左右各个方向擀动，一直到黄油均匀地平铺到烤盘纸口袋中，形成一个薄厚均匀的黄油片。放入冰柜冷冻15分钟。从冰箱里拿出松弛好的面团，面团醒过后非常柔软，有很好的延展性。将面团擀开，动作要轻柔，用力要均匀。我们的目标是要把它擀成一个比长40厘米、宽20厘米稍大一点点的长方形。这样面片应该是黄油片的2倍大，正好可以把黄油包住。在面团需要折叠的地方切一个短短的口子，这样折叠后4个角才不会因为应力变成圆角。将面团的两端向中间折叠，接口处压紧封牢，按压边缘，将黄油锁定在面团里面。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给面团开酥，进行第一次折叠。先把面团擀薄，目标是宽20厘米、长60厘米的长方形。如果发现有粘板的现象，随时撒少量的面粉。等面团变硬，擀起来费劲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给它翻个面再擀，一直擀到我们想要的长度。折叠前要把多余的干粉扫掉。咱们先给面片做个预折，然后再打开，找出需要3折的位置，在折痕处4个角都做一下切口，然后再折起来，整理一下，让切口对齐。用保鲜膜包好，放到冰柜里面冷却醒面15分钟。15分钟后，我们进行第2次擀卷折叠。这时候面团摸起来有点硬，但延展性、柔韧性仍然很好，很容易擀开才行。千万不要放到冰箱冷冻太久，否则面团太硬，黄油一擀就断了。所以如果拿捏不好的话，可以选择放到冷藏松弛，只是每次折叠之间需要等待松弛的时间久一些，需要至少半个小时以上的等待时间。不管是哪一种，原则就是要把面团冷却松弛，让面团保持低温，使黄油一直保持不融化的状态，这是开好酥的关键。一直擀到我们需要的长度，然后是扫粉、切口、折叠，用保鲜膜包好，冰箱冷冻松弛15分钟。重复同样的过程，我们将进行第3次折叠，也是最后一次折叠，还是擀成我们需要的长度和宽度。之所以宽度是20厘米，是因为一会儿我用到的圆形模具直径是10厘米，20厘米的宽度正好可以做2个酥皮。长度是宽度的3倍，这样我们可以折3折。折叠前，如果面片太干，可以适当的喷一些水。这最后一次折叠完后的面团就是一个做酥皮点心的基本面团了。一次咱们可以多做一些，分割包装密封好，冷冻保存，吃个3个月没有问题。
使用前只需要在冰箱中解冻即可。酥皮做好了，下面我们就可以做桃子酥了。从冰箱里取出酥皮，将面团擀成60厘米长、20厘米宽的长方形，使用圆形模具扣出酥皮。可以用专门做点心的模具，也可以用杯子，任何顺手方便的工具，只要是圆的，尺寸合乎要求就行。如果你按照我的食谱进行操作，可以做出直径10厘米的12个圆形的酥皮。咱们在每个酥皮的中心加入我们之前制作的桃子馅儿。馅料冷却后应该是固体状的，不可以流动，否则就太湿了。勉强包进去烤的时候也会跑出来。馅料也不能放太多，注意不要让馅料碰到边缘，否则很难封口。最后用叉子按压封住边缘。包好的生坯均匀地摆放在烤盘上，烘烤前冷藏约15分钟。同时将烤箱预热到有风扇的对流模式190摄氏度。如果你的烤箱没有这个功能，那就预热到200摄氏度。烤箱预热的时候就准备蛋液，1个鸡蛋加1勺牛奶，搅匀后过滤一下，去除不容易搅散的大块。烘烤前刷上蛋液，不要让鸡蛋碰到边缘，否则烤不出漂亮的截面。最后在上面撒上芝麻。将烤盘放到中央架子上，烘烤18到20分钟，或者直到顶部膨胀变成金黄色。烤箱里烤出来，让它们冷却。这个桃子酥太香了，一层层薄如蝉翼，酥的掉渣，孩子们爱吃，老人们也喜欢。我把制作这款美味点心的所有技巧和秘诀都列在屏幕上了，试做之前请仔细阅读。希望你能喜欢今天的分享，为我的视频点赞、分享并给我留言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咱们下次再见。